我觉得我摄影机快掉了，我求你不要掉下来，拜托。有一种独特的，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它是类似那种快送。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一名，欢迎来到美食调查局。那为什么我现在的场景那么特别，竟然是在飞机上的商务舱呢？没错，现在时间是2023年的7月3号，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华航的 CI81，由桃园国际机场飞往伦敦希斯洛机场的 A350-900航班。我们总共会在来回2趟航班里面吃上4餐。那以及它里面有这个米其林3星的餐点哦，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分享啦。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餐吧。那当然在餐前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饮料，那这个是华航跟五同号合作哦的这个叫做老实人蜜桃红茶气泡饮，我们就来喝看怎么样吧。我们的飞机已经经历了10分钟的乱流了哦。刚刚的特写画面比较像是特晃画面，整体口感不会太甜，红茶的苦涩基本上也是没有的。我认为确实喝起来是有到饮料店的水准的。我们接下来就来期待一下正式的这个米其林3星哦，他们是跟怡工合作，我们就来看一下全台唯一一间的米其林3星在飞机上又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吧。刚刚送上来这个餐前小点就是面包，上面搭配上无花果跟生火腿，然后旁边还有这个绿跟黑的橄榄。那我们现在吃橄榄试试看，就是橄榄。当然我们来试看这个本体生火腿的香气，搭上酸甜的果香，再加上底下的这一片面包整体口感综合起来算是非常的好。现在的时间，我们的整个套餐就来了哦。陈醋萝卜应该是这个哦。那这个陈醋萝卜呢，我感觉它就是一道酸酸甜甜，清爽脆口的一道开胃菜哦。那属于这全部里面呢，比较不会有记忆点的菜肴啦。那再来，我们看到下一个是口水鸡，它的整体调味相当的不错，基本上呢它是不会辣的，它整个香气是非常的足够的。然后它鸡肉是切成这种圆圆的一块的哦，也方便就是比较好入口啦哈。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香卤莲藕，平常其实不太喜欢吃莲藕，我们来试试看会不会颠覆我对莲藕的印象吧。好吧，我还是不是很喜欢吃莲藕啦。最后一道小菜，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糖芋头啊，糖芋头我们来吃吃看。我个人呢，平常也是不太喜欢芋头入咸菜，不过既然它是糖芋头，表示它是甜的，那我应该比较可以接受。吃起来比我预期的好。那整体调味虽然是真的是蛮甜的啦，可是作为开胃一道，我觉得也是算不错。OK， 那这道小菜里面要有排名的话呢，我应该会排口水鸡第1名，芋头第2名，萝卜第3名，莲藕第4名。好啦，看完小菜再来就进到重头戏啦。面，没错，虾子云吞捞面哦，这个厉害了，好不好？它这个面本身的话，相当的 Q 弹有嚼劲。不过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泡面，我猜也是因为啦，就是因为毕竟是飞机餐。所以呢，它稍微泡了软一点点，它不像真的面一样那么的劲道，它的汤咸度算适中，而不太需要加额外的调味，就风味上非常足了。因为它汤其实量不多，所以要直接喝完，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再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云吞哦，它的云吞吃起来我觉得挺标准的啦，但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到可以在飞机上吃到这样的东西的。整体来讲，我10分可能大概差不多7.5分左右啦。如果以平地的标准来看，我不认为它有到米其林3星。但是呢，如果是以高空来讲的话，确实这个应该也是一个菜哦，应该也是一道，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乌鱼子啦。那最后这个小乌鱼子我觉得也不错，然后有点苦苦的，苦苦咸咸的。细面，
这根什么鬼？那现在就是看到我们的水果 cheese 盘的部分。那我刚刚吃的这个 cheese， 我不能保证它是布瑞还是艾希亚的，可是它算是比较淡的那种 cheese。那我们来吃吃看这个比较大一个的哦，比较软，比较软。那这个 cheese 它就很明显比较浓，它的奶味比较重，然后也比较咸。我个人是偏好这个啦，因为吃起来比较有味道。那我现在来尝试一下这个水果跟 cheese 搭配着一起吃，其实意外的还不错诶，就甜甜咸咸碰出新滋味。那我现在才发现，原来刚刚的叉烧包还没上哦，它的外皮是酥皮的哦。确实，以这个叉烧包当个点心，我觉得确实是不错的选择。从桃园飞往伦敦的这个晚餐的最后一道，就是这个腐竹薏米糖水哦。首先，先不说味道本身，它这个碗本身就非常的有质感，有没有？它外面看似是这个铁，实际上它里面是类似陶瓷材质。那以我个人来说，它没有很对我的口味啦，就是还行。但是我还是会比较喜欢这个叉烧包一点。我是真的非常担心这支影片长度会过长。那接下来呢，一个跳转，我们将来到几个小时之后，来到我们这一趟飞行的早餐。那现在时间呢，我们就来吃我们的早餐了。对，虽然这个时间好像不管放在哪个国家都不是早餐。那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必备的面包品项了哦。第一眼我还以为它是干扁扁的面包，后来才发现原来它是类似那种croissant的感觉。那我们就来沾点奶油吃吃看。该怎么说呢？其实我本身就超爱吃可颂，只是我不知道法国人看到这个形状的可颂会不会生气，干嘛的？就是真的是这样涂奶油，真的是非常容易掉屑屑。非常容易。那吃完面包，再来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小碗的豆奶燕麦哦，然后它有点清淡到我可能不会想一直吃它，所以这个量我觉得算刚好哦。主餐煎鲑鱼排、佐起士菠菜欧姆蛋，跟意式玉米饼，还有综合野菇跟时蔬，反正就是一整个大杂烩啦。首先是外国人最讨厌的花椰菜、素菜野菇的部分，我认为调味算是算有到位，不会觉得食之无味，但是就是一点点清淡的咸咸的调味。然后再来是欧姆蛋啊，还有番茄酱可以加哎。这道欧姆蛋我觉得比较可惜是它稍微被旁边的鲑鱼的这个汁水给干扰到了，它的调味也算是算蛮不错。然后这个菠菜也不会太抢戏，像我本身不是很爱吃菠菜，可是不会让我有厌恶的感觉。再来，这是我们的鲑鱼排啊，大主餐哦。它的肉质本身吃起来虽然是比较柴的，可是它的汁水很多，所以呢，它的汁水中和了这个干燥的感觉。再加上它调味的又比较稍微咸一点，所以让人一口想接着一口吃下去。这个主餐我是真的蛮喜欢的。那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意式玉米饼哦。意大利人不要生气，可是我觉得这一道意式玉米饼蛮意义不明的，就是对吧？我之前是没什么味道了，对，但就是增加一个口感，不同的口感啦。好，那我就速速把主餐吃完，来看看水果吧。我基本上认为应该跟经济舱是同一个款式啦，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才对。葡萄柚，我这辈子好像没有直接吃过葡萄柚，我来吃吃看。这哈密瓜的蛮好吃，这个就比上一餐的再甜一点，所以我也没什么好讲啊。大家应该只是过来看我被葡萄柚酸跟苦的吧。再过大约5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要降落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如果想要看我们在欧洲的旅行记录的话呢，敬请移驾至 Eric Vlog 第7季。那现在时间，我们就准备跳转到回程的航班，我们就晚点见。欢迎再次回到美食调查局欧洲篇。那我们现在是再次搭上了华航的班机，一样是豪华商务舱，由维也纳机场飞往
桃园国际机场。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没有被收录在菜单里面的餐前小点哦，这个看起来像是一块面包，然后上面有撒一些青葱跟这个小萝卜。 我觉得还可以，不过有点稍微干一点的感觉，那可能要配旁边这个会比较好哦。那它看起来是这个虾子搭配上黄瓜，然后还有搭配底下的也是吐司吗？它也是吐司。虽然我自己平常非常讨厌吃虾，但它的虾子还算新鲜且鲜甜，黄瓜也带来一点清爽的口感。 好多了。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前菜，那它跟我们的去程面包长得不太一样，它的奶油蛮特别，是这种形状的哦。它这个面包是属于微杂粮的类型。以在交通工具上会提供的面包来讲，像我们之前在欧洲行去欧洲之星上面那个面包，跟这个就真的差很多了。再来，我刚刚跟空服员要了一块这种。 应该是法国面包切下来的。它的法国面包，我觉得法国人看了可能会生气，因为实在是太软，这么软反而会让我觉得有点错愕。但是再怎么说也是好吃的。那面包的部分我们就先告一段落。我个人其实算是一个油醋酱的重度爱好者，本就清爽的沙拉配上油醋酱呢，让它吃起来更加的爽口。那再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鲑鱼的部分，烟熏鲑鱼。 达旦佐山葵奶油酱，它使用的是这种切碎的方式来进行料理。烟熏过的鲑鱼本身就带有这个非常重的香气，那再加上这个山葵奶油酱，把它的这个风味提升到了下一个层次。它等于算是类似七日合并的概念，把这个生鱼片沾山葵，再加上这个烟熏鲑鱼概念融合在一起，我觉得算是一个非常。 合适的搭配，而它的山葵仅仅是点缀，所以你并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强辣。我们的主菜前还剩一道，就是这个脆皮火腿豌豆浓汤哦。其实说实在，我这一趟在欧洲真的吃太多豆子，他们每一个地方的早餐都有那个煮豆子，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喜欢吃那种东西。 我必须得它豆味好浓哦，那也还好，它这个一小杯，不然的话喝下来真的会有点腻。培根的存在确实让它里面增加一点硬硬的口感，再加上综合一下这个过多的豆味，我们的主菜已经来了，就是这个炭烤牛菲力佐迷迭香酱烤洋芋和时蔬。它的菲力的话，我一开始还以为它会是那种煮到类似王品。 牛排那种软烂感，但是意外的没有。我们来切开来看一下，很切面。这边看起来比较可惜，依然还是这个全熟哦。对，毕竟这个飞机上还是提前用到全熟，然后再做这个微波的加热。那真的很可惜，就是因为它是全熟，所以它的肉相比下就会比较柴。不过能在飞机上。 吃到的牛排就要谢天谢地了，各位。那它这个酱闻起来的香气非常浓厚，然后再搭配上这个全熟的牛排，就可以帮助它提升一点风味。马铃薯就马铃薯，不过它还是多了一股这种飞机餐上会有的那种微波加热的味道。真的是我头一次在飞机上吃到这样的东西，已经算很满足了啦。那我们的 cheese 水果盘已经上了。 那分别是有蓝纹乳酪、跟香草干酪以及时鲜水果。那蓝纹乳酪，相信不用多说，就是这个啦。有一种独特，有一种独特的香气跟苦味。那哈密瓜算非常甜哦，我才是台湾带过去的。那么在吃完起司水果盘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意式香草冰淇淋，还是这个gelato，还是念gelato，我也不知道。还有这个特殊的形状哦，蛮酷的。它的香草味非常浓厚，并不像而且看得出来也算是比较天然的哦。那现在时间就先让我们在飞机上休息一下，大约再等6到7个小时，让我们来享用我们在飞机上的最后一餐早餐。现在时间是台北时间的4点28分。
对，所以外面基本上是全黑的。我们大概在1个半小时就要到台湾了。在到台湾之前呢，我们就先吃点早餐吧。那其实我个人在某一点上意外蛮像老人的，就是其实我觉得青州小菜蛮好吃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哦。那我就是点了他们这个中式啦。那华航就非常贴心的就附了筷子啦，因为这个总不能用汤匙或叉子吃，就没有那种感觉了。那我们先从它的小菜开始看起哦，它是鸡肉的样子哦，感觉像是某种肉或豆腐、木耳跟豆子，最后是肉松，然后这边有一颗咸鸭蛋，有一个馒头在这里，馒头跟我们的粥，还有一碗这个水果。它馒头是不是纯的白馒头，有加一点香料的。那我们就先从肉松开始好了。那这个肉松算是一点点酥酥的、脆脆的。那这个猪肉香非常浓厚，还不错。哦，套给汤匙哎，所以我好像不用筷子吃粥。那因为有一点乱流，所以会有点晃哦，不好意思。我觉得我摄影机快掉了，我求你不要掉下来，拜托。木耳、枸杞，然后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这我也吃不出来，就软软糯糯的，有点苦苦的，是不是莲子啊？好像也不是这个味道，我也不知道。那我们就来配配看吧。那这个豌豆加黑木耳这个组合哦，它算是蛮清淡的，所以配起来不会那么的下粥，我不知道怎么讲。再来吃这个，感觉有点辣辣的哦，这是热的哦，还有上面还有香菜的这个不知道是豆腐还是肉的东西啊，豆腐。等一下，这个味道有点厉害。这个豆腐它卤得非常入味哦，除了香菜的部分。其他真的是一级棒。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怎么说呢？它这个鸡肉有点干柴哦，然后这个菜脯也不是非常的有味道，所以整道菜就变成说它的口感也不好，它的味道也没有到，不太能算它合格。OK， 我们最后来剥一下我们鸭蛋吧。这样子，它这个鸭蛋呢，它的咸味是有到位的，但是也不像我过去吃的其他青州小菜一样，真的是那个咸到真的是要去洗肾那种程度也没有，整体调会稍微偏清淡一点。那我们就赶快吃一吃，晚点来看它的水果吧。这水果一看就很好吃，好不好？台湾空运来了会难吃吗？台湾水果烂8万欸。就先从那个西瓜开始吃好了，这西瓜很烫哦。这绝对不是台湾西瓜，你要不要吃哈密瓜？我觉得这个水果好像是奥地利的水果，这是桑葚吧，覆盆子。蓬莱，水果一看就很好吃，好不好？虽然这个水果哈不是台湾的水果，蛮酸的，但是反正我们在1个小时多就可以吃到道地的台湾水果了。那现在时间我们已经把4餐都吃完了哦，也请大家后续继续持续锁定美食调查局欧洲篇。